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。在《悟空传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：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以为这天地是为他一个人而存在的。当他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，他便开始长大。小时候他的梦想是当奥特曼，当孙悟空，成为盖世英雄。上学以后他的梦想是成为科学家、宇航员，成为一个令人敬佩的存在。毕业之后，他的梦想是做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，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在一起生活。再后来，他的梦想是买车、买房，像每一个普通人那样平凡但体面地生活着。可即使这样还是很难实现，最后他没有做到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当年爱到骨子里的姑娘也没有跟他走进婚姻，就连曾经以他为荣的父母，现在也在为他的将来担忧。很多人的生活在无声无息中失去方向，于是我们学会向现实低头，向生活妥协。他去做了一份不喜欢但薪资尚可的工作维持生计，他开始接受身边人的相亲安排，准备找一个差不多的人结婚。他学会了圆滑世故，也学会了借酒消愁。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本不该如此，但现在好像也只能成为这个样子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着，梦想一天天的被磨灭着，直到有一天他攒够了首付的钱，内心才稍微踏实一些。家人为他松了一口气，朋友为他感到高兴。只有他在心里小声骂了一句生活。可能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从意气风发到俗不可耐，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。过年的时候，我跟几个老朋友小聚，多年不见，大家都变了很多。小敏已经当了妈妈，陈哥正在准备买房结婚，老杨开始创业。我们都成为了大人的样子，也都成为了家里的支柱。酒过三巡，大家开始说起各种这些年的种种不易。老杨说他前几年投资失败，赔了不少钱，最近准备跟朋友们合资开一个健身房。小敏呢，她每天忙着上班，还要挑起孩子教育的重任。说起她老公，她只是长叹一口气，然后摆摆手说她不想多说。相比之下，陈哥是我们当中混得最好的，这些年跑销售挣了点小钱，现在感情稳定，准备结婚。可是当我们都以为他过得很顺利的时候，他却哽咽说，每天跑销售其实很累，把自己的脸放在别人的脚底下踩。可是你还是要捡起来，把它捏成笑脸，去求别人。他说他不想做这行，但是如果不做，他无法在这个城市里安家。我看着大家为生活唉声叹气的样子，突然很感慨。曾经那几个心怀梦想的少年，好像都已经走得很远了。现在的我们变成了只会借酒消愁和怀念曾经的大叔大婶儿。好像不管我们当初的梦想有多么的闪闪发光，最后的归宿都是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。就像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写道，也许人生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，甚至一生可能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。
虽然很有遗憾，但这就是人生。我想没有一个男孩子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我要买房子，也没有一个小女孩她小时候的梦想是要当一个声嘶力竭、吼孩子还得上班的妈妈。你以为这样的人生很庸俗，但其实这样的人生也同样可贵，因为我们都还有机会体味这样的人生。而这样的人生，它也永远充满着可能跟无限的希望。当初的年少轻狂很好，现在的老成持重也很好。当初的梦想是可贵的，现在挣来的面包也同样重要。虽然我们确实都变了，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但这不是堕落，而是变成了更沉稳也更饱满的自我。你总说自己被生活打趴了，但其实生活从来没有打趴过任何人，它只会帮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慢慢冲刷成你更期待的样子。